现在测的是春风首台三缸机675，测出来它的百公里加速时间是 3.3 秒。测这台发动机比测这台车更加重要，因为675这个发动机平台后面还会推出街车、ADV 或者是旅行车，所以这台发动机实力到底强不强呢，就变得非常重要了。一个厂家车型可以有很多，但是比较出色的发动机平台呢，很容易数就能数得出来。春风就是250、450、800，接下来就是这个675，主力就是这个4个平台。这台车发动机的转速在11800转左右，这个仪表转速的响应非常快，而且清晰度也够，在强光下也能看得比较清楚。这台车的转速是被封印过的，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后面马力级测试的时候会讲到。这台车一档表显的极速在90，而马力级上面显示82。二档呢是123，机子显示是115。三档呢是165，机子显示151。四档是201，机子显示183。五档是231，机子显示210。六档呢是265，机子显示240。总体的齿比对于这台发动机呢，1、2、3档比较密。为什么这样设定呢？我猜想原因应该是这辆发动机还要考虑装在街车或者是 ADV 或者旅行车上面，因为初级传动比就是变速箱的齿比是变不了的，只能变末级传动比进行微调，所以变速箱齿比的设定就变得非常重要了。如果一档设置到100，六档还是260的话，那么放在 ADV 上面加速体感是比较差的，可能末级传动比要加8%到12%。为了要一档更强的扭矩，把一档的极速降到85到90，这时候呢，六档同样被降，六档的段油会降到220到230。这样设定呢，大家巡航的时候转速会更加高，油耗呢也更加大，磨损呢也更加快。所以1、2、3档密，5、6档疏，是考虑到这台发动机要用到其他车型上面。还有呢，就是能增加它的加速体感。这台车一档油门领带呢，它是会翘头的，根本就不需要弹离合，说明它的加速体感是挺强的。本身三缸机的发力要比四缸机要早，它介于双缸和四缸之间。这个排量的四缸机这样领油门很少能翘得了头了，所以发力特性还是和四缸机有一定区别的。数据归数据，体感归体感，这两者不一定是对等的。我们先看一下加速数据，第一次呢就跑出了 3.4 秒的加速成绩，而且这台车一档的扭矩很容易突破结构的极限，油门拧大一点，离合放不好就很容易翘头，再加上轴距只有1400，而像本田 CB260 那种呢，轴距是1450，那类车呢会没有那么容易翘头，稳定性是增加了，但是灵活性又欠缺了，所以呢是相对立的。675的调教呢完全是以运动为主，所以轴距的设定呢也非常讲究。这两次呢主要测的是04的成绩，两次测试呢400米的用时都在 11.6 秒。这台车是配有单向快排的，所以整个加速呢一直都是全油门到底的。它快排断喉的时间还算比较合理，断喉的时间设定长一点呢，低速行驶可能会好挂一些，但是高转速极限驾驶的时候，就会感觉换挡的时候动力连接很突兀，因为高转速动力是最强的区域，而断喉呢又是动力为0的状态，所以就会出现一顿一顿的，所以快排设定的时间的长短也有它调教的取向。这次测试呢0到400米用时 11.6 秒，尾数呢是最高的 187.5。 不过这次测试呢，百公里加速时间是 3.4 秒，还有一次百公里加速时间是 3.3 秒呢，但是呢只测到了2档，所以100米、200米、400米的数据就没有测到。 3.3 秒的成绩在我加速排行榜中排名第20位，已经持平了自家排量更大的 800NK 了，和 KTM 的790或者是川崎的 Z900 也就相差 0.1， 这个动力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完全够用的。我们看一下一档行进中的加速成绩。40到100呢 2.2 秒，60到120呢 2.7 秒。这两项测试的数据呢是最直观反映加速体感的，因为它不准逼转速，也不准弹离合，这就是靠发动机的动力硬拉上去的，而且也是每个人都会用得到的加速。绿灯刚起步呢，两台车哪个快哪个慢，这两项数据呢一目了然。而这台车的刹车呢同样也调得比较激进，而且 ABS 的效能比之前我测的春风车子要来得高， ABS 刚好能用尽车辆的极限，也就是翘尾。翘头呢大家比较容易理解，就是动力过强，翘尾呢也是一样，就是卡钳的制动力过强，而且卡钳制动力的大小呢又由 ABS 来分配。
前后分配的是否合理呢，就变得非常关键了。刹车的制动力呢是比较强的，就是结构吃不住，所以一部分的制动力给 ABS 释放掉了。最终呢，60到0刹出了14.2米的成绩，而100到0呢是41.3米，同样也是快达到车辆结构的上限了。100到0呢3.6秒，41.3米，后轮一直悬浮在地面上了。之前春风的车子 ABS 一直都很保守的，这次终于调得激进一点了。我们看一下这台车的车重，油量呢在80%左右。待会呢将车辆扶正，等数值稳定后读取。前轮是106.5公斤，后轮是92.4公斤，加起来约等于199公斤。而工信部申报的是195公斤，所以这个误差值并不算很大。下一期呢，解析这台车的马力图，还有这台发动机的升级空间，它的功率还可以更加高了。为什么只给我们95匹呢？还有这台发动机的运行声音和声浪，请关注下期的内容。